大家好，宠粉的姨太又来了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是的，厉老师第 N 次逃跑又失败了。在创四最新一期公布的排名中，原本卡位第12名的利路修前进了2名，成功进入前11的出道位。看到这个结果，只想下班的厉老师都快无语了，甚至在节目里说了重话。我还是相信你们真的有分寸感的人。说实话，看到这段那会儿，姨太突然没有之前把厉老师留下来那种快感和成就感了，甚至想让他早点恢复自由身。如果说刚开始厉老师表现出来想回家是在凹人设，越追越发现他的人设根本就不是硬凹，也不是炒作，而是真的想走。拍摄前5天才接受节目邀请的他，原本就没有靠这个节目追梦的打算。在信念感不强的情况下，借手机与外界断绝联系，疯狂的练舞，这样的生活相信是所有对赢无所求的人都不想去体验的。光是借手机一台就不行了，更别说与外界断绝联系了。可见去参加并挺进总决赛的弟弟们付出了多少努力。与迫切想出道的学员们不同，利路修真的一心只想回家。再次晋级之后，利路修表示自己的唱跳能力不如别人，如果大家把这个位置给他，对别人不公平。后来更是和摄影师玩起了捉迷藏，你拍我躲，你再拍我再躲，反正就是休想拍到我。就连训练都提不起精神，支持他的一直都是别人的梦想。每次知道自己留下来了，那心情比别人淘汰还难受。而现在他也进入了出道位，从他的话里也能看出来，他不满，他非常不满。虽然这次排名第10有节目组炒作、提热度、割粉丝韭菜的嫌疑，但也不排除粉丝的固执，因为他们真的想送厉老师出道。看看这评论区，不少人依旧坚持给利路修投票。之前调侃说我管利路修是什么想法，如今真的成了损失的借口。不管利路修是如何想的，他们还是想怎么投就怎么投，哪怕利路修真的出道了很崩溃也没关系。对于别的选手来说，这可能是求之不得的福气，但是对于场内的利路修而言，只能说不想要的福气又增加了。其实早在粉丝开始为利路修投票那会儿，就有很多别家粉丝表达过不满，认为这种玩闹性质的打头会影响到其他选手的晋级。但很明显，这种说法站不住脚。如果说连人均10块的利路修都投不过，那么多半也和成团出道没有太大关系。最重要的是，粉丝们一再承诺让利路修卡12是最终目标，不会影响任何那些正常出道的选手排名。可如今利路修不仅卡了12，甚至还在最新顺位排名中进入了出道位，一时间出现了大量抵制和抨击声。之前被积压的怒气全部都引了出来，出尔反尔成了诱发利路修口碑崩盘的主要原因。从厉老师在节目上的表现来看，当然姨太觉得厉老师可能太想回家了，表演多多少少掺了水分。这次进入出道位确实有点离谱，但事实上这也只是合理的数据反馈而已。不过看到本尊这么抗拒出道，不少人已经自觉停下了打头行为。4月18日，利路修后援会正式发表声明，尊重他的选择，后续不会再组织打头活动。看来厉老师这次可以下班了，其他担心被抢占名额的粉丝也可以安心了。说起来，今年的选秀季，选手人设从美丽废物、专业大师到耿直真性情、花样吐槽师，每一个特写的镜头、加粗的字体，似乎都能看到前几年高人气选手的样子。但谁都没想到，1个多月过去了，好多人的注意力都被只想下班的利路修占据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厉老师的路人盘几乎盖过了出 C 刘宇。可以明显看出，随着人气攀升，节目中利路修的镜头越来越多，尤其是他用平静又诚恳的语调输出的每一句“我不想出道，我想回家”。从被迫选秀到接连晋级，可以说就算我们没有追选秀，因为利路修也获得了不少快乐。而对于利路修，其实大家虽然总是说强扭的瓜也很甜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真的让利路修出道，因为这样真的很不道德。而且对于这件事，利路修比谁都看得清楚，他知道自己不适合出道。之前晋级的时候就说自己不想继续参加节目，抗议失败后又强调参加决赛可以，但是不能出道，还说如果参加决赛可以让粉丝开心那么一会儿的话，他愿意坚持到总决赛。但也仅仅是总决赛而已，他不想出道，不想最后占了别人出道的位子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逼迫他再做选择呢？说利路修是内娱选秀史上人设最独特的一位，
甚至是之后无数届选秀都无法复制的神奇存在，大家应该不会反对吧？他原本只是经纪公司为日本选手请来的中文老师，由于原定的外籍选手临时无法参加节目，而节目组看利路修长相帅气，力邀他加入。说白了就是来凑数的。对唱跳不感兴趣的他，原本以为自己会一轮游，却没想到因为太丧而反向出圈。青三和创四刚播出那会儿，大家因为选手实力参差而忧虑内娱是不是要完了。节目播出后，最热烈的讨论问题竟然成了应不应该给利路修撑腰。大家后期的乐趣几乎都集中在这儿了。利路修艰难的回家之路，在这个故事中，粉丝不是为了让爱豆实现梦想拼命虐自己的无情打头机，而是翻身做主人，要不要你留下，要不要你下班，由我不由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利路修成功实现了偶像与粉丝之间的低门槛互动。他不用参加主题曲二创，以争取更多的出镜机会，他只用做好基础营业，做好自己就 OK。 也是因为这样，他成了最接地气也是最独特的一位。他越想要淘汰，粉丝就越想让他留下，他越想糊，路人缘越广。在粉丝心中，这种行为是自己对偶像叛逆的爱，但在文化观念不同的外国网友眼中，利路修粉丝这种强迫式打头只是一种变相绑架。4月17日，有人发现利路修粉丝疯狂打头一事被俄罗斯 UP 主搬到了外网。与国内玩梗开玩笑不同，俄罗斯网友对这种行为完全不理解，评论也是一边倒。由于中俄两国文化差异太大，再加上原 UP 被扣为人质的标题，导致大部分俄罗斯网友一上来就吐槽利路修粉丝不尊重人。在视频中，那位俄罗斯 UP 表示，自利路修参加节目以来，他多次解释自己不想成团出道，神态和情绪看上去极不舒服。而且在视频最后，这位博主更是喊话，他不是一个玩具或产品。这话一出，不少人直接吐槽，让他回家，他看上去十分痛苦，为什么要强迫他？甚至真的有人以为利路修遭到了恶意扣押，才不能随时回家。其实，在粉丝心中，为利路修疯狂打头，只是想让他多留一会儿。不过这件事儿也给各家粉丝提了个醒儿，在打头 pick 选手的事情上，还是要尊重选手的国籍、文化背景，当然了，还有选手自己的意愿。粉丝为偶像出力没错，可毕竟不是谁都能 get 到秀粉的快乐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台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。四姨台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